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医保，职工医保撑不住了啊。中国有一个社保制度啊，这个社保制度我一直讲，这个社保制度是一个大骗局啊。那么，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样，它目前都支撑着中国数亿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医疗退休等的制度啊。那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件事情啊。那么先讲讲社保啊。社保其实讲的就是五险一金啊，五险一金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险一金是住房公积金啊。那么其中呢，工伤保险跟生育保险全部都是由这个单位支付啊，就是单位就是你在哪家单位，你在哪个公司，或者你在哪个机构，就由这个机构支付。那么其他的全部都是单位和个人一起交啊，一起交。那发工资的时候一起扣啊。这社保基金原来社保是由社保局来归集啊。什么叫归集？就是归纳啊，收集啊，归集。那么后来呢，中国就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件就把这个社保局取消了，把社保局关闭，由税务局统一收社保啊，统一收社保。统一收社保原来是社保和发工资两条线，很多单位就是社保归社保，工资归工资。结果现在发现不行，发工资的时候直接由税务局来收社保，那你就瞒不住了。所以这一大块影响非常大啊，这是一头。那新闻是什么呢？新闻是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括弧征求意见稿）。这个文章就写，这个标题就写得很含糊啊，其实很含糊。那么其实就是要改变这个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的一个比例。其实整个的指导意见其实讲到底就是一条，中间他用了很多的篇幅讲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还是讲又是翻跟头又是转身又是扭腰的啊。其实核心是一条，我今天我讲，就是我现在来讲啊，就是调整医保个人账户的记录办法和记录水平啊。那么怎么个调整？现有的医保的模式啊，现有的医保模式，那么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啊，是由个人缴纳的。我刚才讲过，医保是由单位缴纳的费用加上个人缴纳的费用啊。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费用各是多少呢？各地有情况不同，但是基本上大体上一样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个人交2%，那个单位交8%，合在一起就是个人所有收入的10%。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的啊，就是说10%呢，个人收入10%交医保啊，这是一大块。其实用人单位这一块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啊。那么他的个人账号，那么医保呢是由2个账号构成啊，由2个部分构成，一个叫个人账户啊，一个叫统筹基金啊。个人账户用来干什么呢？个人账户是用来看门诊，大家用个人账户里面攒下来的钱来看门诊。那么统筹基金干什么呢？统筹基金拿来住院，但是其实呢，住院的标准是一致的啊，就是说你不管你交多少，你都是报这么多，只能报这么多，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构成啊。那么就个人缴费跟统筹基金，个人账户跟统筹基金构成了医保的这个整体的架构。其实医保的架构很简单啊。那么它是这样，那么个人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呢？个人的账户有他所有个人缴纳那2%，
这2%放进去，再把什么呢？再把单位交纳的交费，单位交8%，把单位交8%里面的30%放到个人账户里面去。那个人账户就占多少？个人账户就占个人账户就占到总额的44%啊，大概是这样。那么统筹基金占56%啊。那么现在的调整怎么个调整法？其实这里面它标题讲的很长，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把个人账户里的钱减少，拨到哪里去？拨到统筹基金里面去。那么调整到什么地步呢？调整个人账户只把你个人缴费的钱放到个人账户里面去。那么统筹基金呢，就是所有单位缴付的钱放到统筹基金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原来不是我说原来个人账户就是一笔钱，你每个人每个月交10%啊，这10%呢交到社保医保局之后呢，医保44%放到你的个人账号上面去，那么56%放到这个统筹基金里面去啊。那么新的调整变成什么呢？变成你的账户只剩下20%，就是说10%的钱你只剩下2%，那么8%到了统筹基金去，这就是整个通知的核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个人能用的钱，就是个人用在门诊的钱少了啊，原来40%，原来交10块钱，我有4.4块放到个人账户上，那么56%给了统筹基金，那么统筹基金，那么新的调整之后，个人账户只剩下20%啊，那么也就是说个人账户上的钱少了。那大概率的事情就是大家在看门诊的时候，你需要很多时候要自己贴钱了，往里面贴钱，因为你可能门诊花费的多，那你就要自己贴钱。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那个住院的报销金额是统一不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除非你提高这个标准啊？他的说法是什么？他的说法是，这个减少个人账号的钱，把这钱拨到了这个统筹基金，是用来支撑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提高门诊待遇啊。门诊待遇现在很差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高啊。但是情况的是，你拨到这个门诊统筹基金里面，那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住院的标准是固定的，那么另外一头门诊呢？你说提高门诊的这个水平，现在门诊水平很高啊，收费也很贵啊，那为什么要提高呢？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里面肯定有人说谎啊，说假话。统筹基金的用处有5个，所以他讲其中有一个啊，只讲其中一个是不对的啊。统筹基金有5个功能，第一个，报销住院费用是固定的，你不管是多少人啊，就你不管，只要你参加了这个医保，你的住院的标准是一致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是不变啊，所以没有改变啊。第二个，支撑健全门诊共济保障，这边有2个问题，第一个。门诊是收费的，个人账户的钱是拿来支付门诊的，那为什么还要从这里面往里面拨啊？有改善 ，OK， 我们接受啊，这是第2个，但是需求没那么大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门诊是有钱付的，是付了钱的，不是免费的，是付了钱的。你没有说这个付的钱是不够覆盖，不存在这件事情，你就提高的标准啊，这是第2个。第3个，公务员的医疗保障这块是很大的一笔钱，
公务员我印象中，公务员每年的报销标准，一个处级干部一年是30万，这是一大块钱，就是公务员的医疗保障就是从统筹基金出的啊，所以这一块是一大块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高干医疗保障那就更没谱了。高干病房的钱从哪里出？也是从医疗统筹里面出。所以为什么这些医院非常热心搞高干病房？原因就是因为挣钱啊，费用高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退休人员的账户，就是说所有退休人员他的个人账户也好，他的统筹基金的费用全部都是从哪里出？从这一块所有人交纳的这个统筹基金出。所以你想一下，统筹基金要把这个个人账户里面的钱拨掉24%到统筹基金去，原因是什么？原因只有2个。第一个，统筹基金的支出费用增加了，它盖不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统筹基金归集的资金量少了，无非是这2个原因，否则你这个拨来拨去干什么？其实讲到底就是从个人账户把钱拨到统筹基金里面去，那肯定个人账户其实来去来回就这些钱，所以跟公共关系没有关系，你不可能把个人账户里面的钱拨走，那不可能。你现在是改变这个分配比率，那么也就是说统筹基金这块有个大窟窿，补不上去怎么办？从个人账户往里拨啊。那么统筹账户为什么会出个大窟窿？那么钱是不是花多了呢？有可能第一项跟第二项就是住院报销的费用不可能增加，因为它标准没提高，除非报销的人数激增，但是报销的人数激增我看不到它激增的可能性啊。第二个，共济门诊保障的费用支出我也没看到的，因为共济门诊本身是有费用的啊，对，大家去看门诊是要给钱的，是从社保里面拨钱出去的啊，所以这2个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不存在。那么剩下的呢？第5条，退休人员账户，退休人员8700万加入社保的医保的这个退休人员，他也没有大幅增加。那么公务员医疗保障和高干保障有没有大幅增加？我也看不到大幅增加的空间。就是说你大幅增加有可能有一些金额的波动，但是如果你要去改变制度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肯定不是费用某一个细项的费用的增加。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收入减少，也就是说统筹基金归集的钱少了，统筹基金归集的钱少，而且这个钱少到什么地步呢？少到去补贴1年半年都解决不了问题了，那你只能改变制度啊，只能改变制度。那么为什么统筹基金的归集的资金少了呢？那就只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那就是失业人数增加了，也就是说目前缴纳医保的人数在减少，而且这个减少的数量不是一个1%、2%、3%这个级别的减少，是一个非常大量的减少，导致政府给点补贴都搞不定的了，你才需要大家你要知道，我们讲的这次调整的级别是什么级别？原来个人账户占44%，统筹基金占56%，调整之后个人账户占20%，少了24%，24%就是说砍掉一半还有多，个人账户的钱少了一半还有多，这个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也就是说统筹基金那边的窟窿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绝对不是
耸动啊，是不是个耸动的新闻啊？这是一个非常有依据的判断，就是社保撑不住了，否则的话，它不可能这种级别砍一半还要多，你44%砍到20%，什么情况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出现了2个情况，第一个，失业人口在急剧的上升，而且这个急剧上升的比例不是10%、20%的问题，是20%以上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失业率肯定超过了20%，有30%左右，是这个级别的上升，否则他怎么会砍掉一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职工的收入是在下降啊，职工收入下降，交医保的人数在减少，才会导致统筹基金这么大的窟窿，它需要进行这个级别的调整啊，这是个非常大的调整，不是一般的调整，不是某一个，你想一下，如果是短时间的某一个时空中的一个发生的一个状况，政府就补贴一下嘛，财政补贴一下嘛。首先第一个，财政肯定是补贴不来，因为财政本身它就我们讲了无数遍了啊，中国财政现在困难到一塌糊涂啊，2万亿支援地方政府，支援不是地方政府，支援县政府2万亿，所以这是个很严峻的形势啊。那么我们来讲一些基本的情况啊，讲一些基本情况。第一个，医保什么时候建立的？1998年建立的啊。医保的结构是什么？医保的结构就是个人账户加上统筹基金啊，这是一个巨大的黑幕。统筹基金这一块是个巨大的黑幕啊。那么2019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参加职工医保多少人呢？32925万人，32925万人。那么其中在职职工24224万啊，24000万啊，24000万。退休职工8700万，退休职工有8700万，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个其实中国的医保其实本身它就是非常的脆弱啊，非常的脆弱。你想一下，24000万的1/3，有1/3的人就是退休职工占交钱的，就是拿钱花钱的人，只花钱不交钱的人，占这个又花钱又交钱的人的1/3强，这是一头，这个非常脆弱。第二头，公务员有多少？财政犯有多少人？9000万人啊，9000万人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不交钱的，不交钱跑到里面去拿钱报销的。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就是公务员，就是高干病房，就这高干病房花很多钱，多少钱不知道。所以我们讲统筹基金这一块是个巨大的黑幕。中国的社保是个骗局，骗局在哪里？骗局有3样东西。第一个，制度性的漏洞。什么叫制度性的漏洞？这个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漏洞。漏洞在哪里呢？漏洞在2块。第一块，它讲保险，其实它不是保险，它是个台账制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储蓄。相当于储蓄就是你存多少钱进去，你就花多少钱。它不是保险，保险是我交一笔费用出去，这个费用我花不花这都不在的了。然后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超过这个金额更大的一个费用，但是你不一定要花这笔钱。所以其实所谓的社保其实不是保险，是台账，是相当于储蓄啊，这是一块啊。那么这种制度呢，其实它有非常大的局限，就是它的保障范围是非常的有限，所以这制度性的缺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这个制度一开始的初期，就本身就有一大堆的漏洞。什么漏洞？就是有一大堆的国企事业单位的人，他们一开始没有交钱，他就进入了这个系统，
那你想一下，你算一下账就知道，你前期没有付钱，到后来你要拿钱的时候，这中间是有窟窿的。共产党有没有管这个窟窿？没管这个窟窿，所以共产党治国理财是一塌糊涂，就是完全不管，完全不管，其实这个漏洞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制度性的漏洞，没有把这个事情安排好。为什么没有安排好？共产党就没打算过日子啊，这是第一头制度性漏洞。第二个，制度性的不公。所谓制度性的不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高干病房，讲的是公务员啊，这是两大块制度性的不公啊。制度性的不公导致的后果就这个窟窿越来越大啊。就高干病房花的钱你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啊，你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没有透明度，根本就是个黑箱操作。老百姓交了多少钱啊？这个钱花在哪里？怎么花的？谁花的？不知道，完全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清楚，就是因为他后面有制度性的不公，有巨大的漏洞，非常的脆弱，他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才不敢，他哪敢公开？他不敢公开。因为中间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医保，首先我们讲中国的社保就是一个大骗局啊，大骗局。那么其中有一块最脆弱的部分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哪里？一个部分就是医保，一个部分就是退休保障，就是退休金啊。那退休金这一块，养老保险这一块。养老保险也是一大块漏洞，就是我们刚才讲，其实养老跟医保这是一个难兄难弟，他们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养老保险的这个调整出来，养老保险这个窟窿就更大，更不好弄。现在医保这一块呢，大家知道所谓的医保，其实在中国个人付出的钱是很多的啊。那么这一块，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地方，它的医院出现了状况。大家知道，中国的医疗系统其实是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整个的医疗系统，一个系统就是医保系统，他们是共生关系。你可以看到，现在有些医院开始倒闭，不是医院。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现在医院的人看病的人少了，为什么？不敢去看病，因为有疫情，所以很多人不敢去看病，这导致一些原来扩张的很大的医院出现了财政危机，这是一头啊，就是医院出现倒闭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医保出了状况，因为医院有一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哪里？从医保拨过来的款。如果医保它的运行出了状况，它往这个医院拨款程序出了问题，它没钱了，它根本就空掉了，那它没钱拨给医院，医院不就倒闭？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当中国经济持续的上升、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讲社保其实存在的是什么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什么叫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漏洞、制度性的不公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账目不公开，中间有一堆的坏账，搞不清楚的时候一堆烂账，这就是结构性的问题，这就统称结构性的问题。当你经济持续在增长的过程当中，你加入社保的人不断的在增加，为什么？经济好啊，那么参加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啊，大家都有工作，大家收入在增加，那么医保能归集的资金是持续增长的，这些问题就盖得住，它能盖住。加这个高干病房，花点钱，3个亿、5个亿没问题，能付。那好了，你等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往下跌的时候，那么失业增加了，工资收入下降了，那你归集到社保、医保的里面的钱就少了。那么归集到钱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少一点，政府补贴一下过去了。
再少一点，再补贴一下，又过去了。当你少到一定的程度，政府自己都没有钱，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时候，那你这个窟窿就盖不住了。你盖不住了怎么办？先做一个调整，做个什么调整？当这个统筹基金已经盖不住了怎么办？那就做一个调整，把个人账户的钱拨到统筹基金去。现在做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呢，就是先解决这个窟窿能够运行下去的问题。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什么？你现在个人归集的个人缴纳的费，我只放在这个个人账户上，其实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我加入社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单位帮我一起交，我交2%，单位交了8%，我挺高兴的。为什么？因为单位交的比我多啊，我还能拿到其中30%放到我的个人账户，我来花。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把这30%全部拨走了，我的个人账户只有我个人交的钱，我凭什么交你这个钱？我直接拿这笔钱去买商业保险不好吗？我交给你干嘛？这就是问题就来了。他这个动作的后果是什么？他这个动作后果很严重，在哪里？就是加入社保的动力减少了。你想一下，虽然法律规定必须加入社保，必须交医保，交这个养老保险，但是问题你想一下，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核心的问题，我的个人账上只有我自己交的钱，我为什么要买社保？我为什么不可以拿这笔钱去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比社保的效率高得多，它覆盖的范围更广啊。其实这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哈，这第一步，你看把所有的单位交款全部拨到统筹账号上面去，说明统筹账号的窟窿非常大，相当大，盖不住。所以现在的问题，这一步他已经做完了，就是说下一阶段如果这个情况持续恶化下去，你还能从把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拨到统筹账户上去，讲不过去了吧？那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非常的严峻了。你想一下，原来我有100块钱，个人账户每归集的过去有100块钱，两头加起来有100块钱，现在一看剩下40块钱了，40块钱了，100块钱变成40块钱了，我可能我得自己再掏那60块钱，也就是说个人医疗支出会增加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要大幅增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现在，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政策互相对冲。你现在不是经济不好，经济不好的问题是什么？经济不好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消费不足，大家没钱，没信心，没钱，那你要想办法刺激消费，刺激消费怎么办？你应该增加他收入。可是你现在你看这个情况，我的医疗支出要增加的话，对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对冲的。你别忘了，医疗教育这都是刚性支出，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支出，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你现在还要让大家个人增加个人的这个费用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这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后果相当严重。我们通过这个医保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养老保险的问题。养老的保险的问题只会比医保更大，而不会更少。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医保这一块它只是整个医疗支出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因为很多是个人在掏的。养老保险这块不是的，养老保险全部都要拿去给养老金的，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像这个养老金这一块伸手的可不是一般的多，很多。股市要伸手，债市要伸手，都在往那伸手呢。他在做资本市场的这个垫脚石，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总的来看，你可以看一下啊，
中国的社会在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出现今年这个幅度其实是因为疫情而增加了，但是其实就算没有疫情，其实这件事情都是会发生。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分析过啊，就是说中国的社保它没有可持续性，它没有可持续性。我们刚才讲的有3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制度性的缺陷，第二个是制度性的不公，第三一个就是它不透明、不公开，漏洞百出，就是跑冒滴漏跑得很快，而且政府没有底线的在这2块上面上下其手，因为这其实是一大笔钱，但是因为后面是有一大堆的人在后面。那么你看整个社保制度，随着这个你可以看的是随着经济的回落，这个社保制度我觉得它带来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动荡越来越严重啊，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吃饭、生病、看病的，这都是一个家庭的刚性的问题，没有退让的空间。所以我经常讲，中共就是2个特点，第一个干正事千疮百孔一塌糊涂，干坏事滴水不漏啊，滴水不漏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看，你真的把你的这个生活交给他，后果就是这个鬼样子啊。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我尽量的不超时啊，尽量的控制好时间。那么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讲多一句啊，最近这个平台洗粉严重啊，这个洗粉洗得很严重。那么我印象中啊，大体上上个星期我们大概洗掉了2-3千个订阅，所以呢，我就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如果不在呢，再订回去啊，然后呢，再检查一下小铃铛有没有点亮小铃铛啊。如果你收不到平台的直播通知呢，你可以关注我的脸书号跟推特号。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10分钟左右都会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发到这2个平台上，大家要是关注我的账号，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进入我们的直播。我还是希望大家来参加直播，因为直播是个很有价值的互动环节啊。好吧，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提问观点提问观点情况，好吧？好。啊，明谢一下 Sophie 萌，谢谢啊。观点：中国的社保撑不住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时间问题。我从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公司问我要社保还是要多几百块钱，我选择后者。我在15、16岁的时候，经常听到央视新闻说社保亏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大骗局，非常正确。情况现在五险一金是强制交，你只要在合规公司，这笔钱是必须交的，没有商量余地，非常正确。但是有大量的公司是不合规的，所以不一定会交啊，不一定会交啊。观点打个比方，以前如果看一次病花1000块钱，自己医保卡里面个人缴费攒下的200块钱，单位交剩下的800，那么你看的病花费可以全部用这些钱来报销，不用自掏腰包。但是今后同样看一次病花1000块钱，医保卡不再有单位给你的钱，只剩下个人攒下的200块钱，1000块钱给报销50%，能报的只有500加800，200加500，剩下300你得自掏腰包，非常准。这个问题就非常正确啊。情况刚刚接到通知，强制要求给个人上公积金，以前公积金是可以选的，现在必须选。以前可选，现在是必选。公积金根本就没有意义，公积金根本就应该取消。为什么？很简单，你现在是市场上买商品房，要公积金干什么？对吧？公积金我把钱交给你，我自己不会攒，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政府在这里搞事情，因为他没有钱发，广东话讲发钱好啊。政府越这么干，经济越差啊！政府越这么干，经济越差。为什么？钱都到你那儿去了，大家去消费什么？怎么可能消费啊？观点老龄化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大窟窿始终存在的原因是结构性失衡。中国社会这个病态的工资结构，任何时候爆炸我都不奇怪。统筹就是挖肉补疮，挖肉补疮啊。观点个人账户就是累赘，普通人一年800左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护，而造成医药零售行业不正当竞争，而且中共根本就不想兑现个人账户的钱，千方百计限制百姓使用，想让这些钱变成数字。还有一个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停交了几个月，就马上之前全部给你清空清零，就是这种不要脸啊，就是不要脸，各种不要脸啊。情况2年前，我爸58岁回老家，有人推销我爸买社保，说到60岁可以依次补齐15年，就有退休金了。我家经济条件不好，以前一直没能力买，我爸就想买了以后不用给子女增加负担。为什么有人会相信这种骗子的话呢？你想一下，你把钱给了他，一次性给了他，然后他不断的给你钱，还给你比原来多10倍20倍的钱，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人相信？交了1年多社保以后，到了60岁，社保局跟我爸说国家政策改政策了，不能补回15年，然后又交了1年的社保也拿不回来，退休金也没有，就这样白白的被坑了，就是这样。就很多人是这件事情在全中国不断的在发生啊，发生什么呢？就是让你买一段时间，说你后面就会不断的给你了，然后呢就有人去买完之后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其实你想一下，他能吃亏吗？他能赔给你吗？他不可能赔给你啊！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一定是这样的。不能够指望社保，怎么可能指望社保？钱进了滚刀肉的腰包里，你想想会什么好吗？你想一下，那里面多少贪官污吏，多少个假公济私，多少个公务员，多少个官员在里头吃拿卡要各种钱在他的账上，你根本控制不了，而且你连那个账是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把钱交给他？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想一下，用常识想一下，不 make sense 对吗？情况，今天手机收到政府短信，发件人是叉叉叉市大数据管理局，才知道居然还有这种部门啊，有的，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数据管理局就是你的所有的数据，个人所有的数据都在他那里啊。情况，我有朋友是武汉3甲医院的职工，牙科。据他说，疫情之后开放的最近几个月，只发了1-2千块钱一个月。情况，我前医院同事说，奖金越发越迟，现在招的临时工签的都是第三方，工资很低。什么叫第三方？就是劳务公司，劳务公司跟医院签完之后，这个工资，这个员工跟这个第三方签，不属于这个医院的工人职工啊，只属于这个劳务输出。那你想中间还得赚一道，他能剩多少钱？这样的话，为什么医院愿意干这种事情？其实不是医院，其实很多政府部门都干这种事情。这就是所谓的 PPP 啊 ，PPP 其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政府职工呢，他有一些福利呀、待遇啊，又不能吵啊，又不听话，也不能动他。好，我把这个签给第三方，我招10个人，他给我派10个人，这10个人呢，全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公司的，不听话，1秒钟跟秒吵啊，福利就没有的了，就是原有单位的福利全部都不给，只发他的工资。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2个字：盘剥，非常无耻，同工不同酬啊，非常无耻的一件事情。就是共产党能干这种事情干得出来，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骗人的啊。情况15年前还在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离休的是国家给定点的医院每年拨8000块钱，超了医院自己负担。关于医保为什么窟窿那么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为了少在门诊看病，医院又为了收入，就把一些不用入院的病人，不符合住院标准的人，把病情写重一点，符合住院标准，说白了就是骗保。医院一般和医保部门都搞好关系，每次来查医保，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忙着改病历。骗保这件事情，就是不仅仅是在医保有，就是保险公司也有大量的，这是大量的。但是医保呢，保险公司呢，他会去查，就会派人去查这些，医保也查。其实这些年医保也查，但是屡禁不止。为什么？骗是在中国是常态啊。从政府到最高领导人，从上往下骗，所以这是个社会现象，所以骗这些一点不意外啊。情况再说一下医保住院，同学在张家口医院做医生，说几年前医院就是直接大街上拉老人住院，包吃包住还体检，就是为了骗医保。情况我同学的医院民营的，院长是原来地方退休的卫生局长，医院其实没几个患者，医生天天写小说编病历骗医保，这就更离谱了。情况昨天县城商良局还有这样的局吗？的公务员朋友告诉我，政府统一发文，接下来只发基本工资，所有奖金福利没了。他告诉我，让我先别急着回国，免得遭人白眼。你在国外小心一点啊。情况，医院医生有指标，你看医保卡里还有多少钱，然后选择药品，争取早日把你的钱变空啊。情况，大陆承诺的扩大失业金领取对象1个月了，许多人未到账。观点，大陆的社保迟早会出事啊，挪用投资基建等，盈利和亏损不上报，无人监控，地方政府拿社保变成政府的金库，非常正确。原来上海市市长陈良宇就是挪用社保基金的钱去干什么？去做他们的政府的项目啊，就挪了一大笔钱。陈良宇就这么下来的啊。陈良宇就是当年这个胡锦涛收拾这个江泽民的人，就是抓了一个陈良宇啊。情况我慢慢的明白为什么老共要限制1、2线城市的人才能来台湾交换学生了，很多还是公务员的儿女，让台湾人觉得大陆人有钱嘛。真的是深入中国社会才发现，老共把最爽的那群人秀给台湾社会看。老实讲呢，你能够出国啊，中国有10亿人没有护照，中国有10亿人没有护照，这10亿没有护照的人没坐过飞机。中国有14亿人口，但是中国只有4亿人是有护照的，那么另外10亿人是没有护照的。大家记住这个现实就知道了，中国到底怎么样？中国有6亿人1个月的收入不超过1000块钱，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其实中国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这个鸟样啊，所以抱歉啊，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是一掐脖子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讲的就是中共啊。观点对比一下就知道 CCP 的罪恶。官员如果生病了，住高干病房，看报纸、喝茶、专人服侍，对比一下普通的中国人。如果生了大病，到处借钱卖房筹款，不但养不病，反而加重病情，在病床上痛苦的死去，让人愤怒。
这种人间悲剧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个账要算在谁头上？就是中共，这全是中共的责任，没有别人的责任。他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这个样子，非常可耻啊！情况我在农村的亲人肝癌治疗东拼吃兽花了差不多10多万，上周拿到的核疗政策是25%自费，报75%，上限3万。按照我们花的钱算一下，如果刨去国内本身看病贵的因素，基本上等于零社保、零医保，没错，就是这样啊。我经常讲过一个问题啊，我以前在我在单位的时候，我跟我们同事讲过啊，就是说有2个行业是非常需要道德监管，就是2个行业，在这么多行业里面，有2个行业是非常需要道德监管。一个行业是什么？教育，一个行业就是医疗。这2个行业都跟什么有关系？一个是人命关天，一是管着人的心灵和灵魂。这2个东西都是人类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恰恰就是在这2个领域啊，是中国人花钱无数，但是都搞不定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啊，政治就是中共的独裁政体，造成了这2个行业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看不到了啊，以前网上还有很多有人跑上去在网上哭诉他的遭遇啊，现在已经清得干干净净了，看说都没地儿说理去啊。一场病消灭一个中产家庭，这是在中国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中共独裁跟我没关系，我自己岁月静好，我自己踏踏实实过自己日子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事情是平静的度过去的，总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件让你过不去的问题，那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共独裁啊。情况，美国的医疗制度是先医病后收钱，只要病人送到医院登记个人资料之后，如果没有保险，医院也是先医病，然后有社工帮医人申请政府的福利。病人如果真的没钱，1毛钱也不必付，签个名就可以回家，基本上是这样。提问：为什么医保比商业保险贵那么多？商业保险都能盈利，医保却撑不住啊！因为政府的人里面在往里面捞钱，把钱捞走了，撑不住啊！提问：在国内商业保险有可靠的吗？如何运行？用商业保险替代社保可行吗？这个要自己做功课了啊，这个没有人帮得了你了啊！情况：我一直在全资国外商业保险。结果狗东西们要内循环了 ，OK？ 提问：我的房贷利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在房地产领域公认的应该用足贷款额度，请问买房是否该全款，还是用足杠杆？中国的房贷利率的确是很高啊。那是不是全世界最高我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全款还是用足杠杆？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要自己衡量一下你自己的财政状况啊。你说我账上有10个亿，我买1个亿的房子我就不借了，这个没人管你啊。但是如果你账上可能只有500万，那么你要买一个1000万的房子，那你肯定要贷款。那么有些情况跟你自己的，比如说我是做生意啊，我有些流动资金的需要，我不做生意我要投资，那么我有一些投资的需求等等，很多因素你要综合的考虑啊。但是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尽管你刚才讲啊，就是说这个房贷啊是全世界最高的房贷利率，但是房贷的利率在所有的银行利率当中
仍然是最低的。所以呢，如果你用房贷尽量的用足杠杆，而把这笔钱用在其他领域，从财务角度来说是合理的。就假如你有需求，如果你没有需求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有需求，那你把房贷的杠杆用足，把那个钱拿出来干其他的事情也无不可。所以其实大家知道，房贷的利率通常是最低的，因为它是抵押贷款它风险成本最低情况，一线卫视员工芒果台今年开始首次出现亏损，亏了10个亿，又要降薪了那芒果台的亏损那就没有挣钱的江苏卫视也得亏，因为为什么？因为芒果台最挣钱。如果芒果台赔钱了，还赔了10个亿，那中国没有一家电视台是挣钱，全部都在巨亏。那这些领域会出很多的问题情况在东部很多企业来打工的人都不愿意交五险一金，因为他们打工有了钱以后，很多会回家乡，而不是留在当地。但是政府规定五险一金一定要交，这对企业与外来务工者来说都是双输。毕竟对外来务工者来说，五险一金要占自己工资约10%，不止哪止10%而企业要交的部分是自己交的2.5倍2.5倍差不多3倍吧，大概3倍吧。这个反正就是这是一个盘剥对个人是个盘剥，对企业是盘剥。那么为什么去年讲今年疫情去年不是减费降税吗？减费其实减的就是社保减的社保，所以这一块我觉得社保不可持续观点拆东墙补西墙需要一个前提，东墙会自动补缺，西墙的窟窿堵得住。如果西墙是个堵不住的无底洞，而东墙不但没有自动补缺，而且会越拆越小，那么最终东墙西墙都要垮掉，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情况我的公积金我都辞职了还不给我，说我是本地户口，除非自己把户口转到外省去，简直就是强盗，非常正确。情况支付宝现在不给查询养老保险费的明细，另外人社部和社保基金理事会强推今年今明2年省级层面养老金统筹，目测养老金这块也彻底盖不住了。我觉得养老金这一块比医保的问题还要严重情况我那老粉红的爸爸非常相信，一次性付了近10万块钱，然后每个月领1000多块钱。我妈就不相信，我妈说有10万块钱我不会自己存着，出了什么事随时可以拿出来，非常正确，非常正确。为什么要把钱给共产党？观点，根据新劳动法，公司不交五险需要支付员工2倍工资，没有合同有事实劳动关系也适用，所以不合规的公司法律风险非常大，是这样的但是很多公司还是不愿意交情况，社保是政府让你强制交的，你没得选，你不交，你看病、孩子上学、买房、买车都会受影响，是吗？他怎么控制他好像控制不了吧。情况，台湾的健保本质是福利，很少锁卡，如果山穷水尽没缴个几年真锁了，可以跟行政执行处的人谈还款计划，只要开始还，即使只还1块钱也会解卡。那是那是因为你有选票，你没选票试试，跟大陆一样提问，为什么大陆社保可以骗民众？他不是官部门吗？老百姓可以告他吗？你告试试告不动你连情况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告？情况，一个朋友去年退伍后进了公安局，户籍管理正式编制，前几天聊起来，1个月住房补贴5000多，每天上班就是打游戏，屁事没有。终于明白为什么好多人挤破头搞公务员
其观点，我觉得大陆依然稳定，就是因为退休人员还拿得到养老金，还有医保可以看病。等他们拿不到钱了，中国才会真的不稳定。起码我爸妈觉得现在的日子很满足。OK， 王老师好，美西好。情况：近期大陆官媒宣传提示：一、关于国内个别企业为了避免美国涉疆制裁，计划解聘新疆籍务工人员，不许报道。二、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今年秋季学期起，内蒙古自治区民族语言授课，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一律不报道、不评论。就是内蒙不再用蒙语不再使用蒙古语。我讲过很多次中共是文化的敌人，他消灭所有的文化现象，然后他把他的那堆垃圾装到大家的大脑里，这几十年他就在干这种事情乐此不疲观点：我在大陆开厂17年，车间员工400多人，但是我们一直只办公室16人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些所谓的社保，这保险一点都不靠谱，大家都不愿意买。情况：医药行业人士，目前医保剔除了大部分进口药，很多仿制药进入4+7带量采购，药企恶性竞争，很多几毛几块钱一片的药，说是经过药品一致性评价，想也知道这种价格生产出来什么劣质药品。讲到药品，我讲一下我的体会我来美国这段时间，我自己也吃一些药，买一些药那么我发现中国的药跟美国的药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药房里买的药，在美国你在药房里买的药都是有效的都是有效，就是你用了以后你知道那是有效的。在中国买的药，你不知道哪个药有效就是你经常是一路试下去这个情况呢，为什么你在中国不用看病呢？不想去看病的原因是，那个医生也是让你来试药你是这个白内障是吧？好，我先给你看个这个药开吃吃看，不行我们再换药。就中国的药有效性不确定，但是你在美国的药房买的药基本上都是确定有效的这个药效好坏那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肯定它是有效的。所以这个中国的这种劣质药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情况：亲戚是局级离休干部，去医院看病每次可以打电话叫政府专车接送，看病有指定3甲医院指定专家，检查和诊疗费免费，医药费只需要付1%。情况：在中国大学里面，其实很多同学也觉得毕业当公务员不太体面，但是当毕业大学生上过半年班之后，立刻反转了态度情况：8年前移民欧洲，5年前入籍，国内银行工龄20年，社保中断，经咨询，个人缴费部分可以退1万块钱。国外同事中经常有在多个国家工作的经历，退休后各国会根据不同的工龄给予不同的退休金，加在一起和在一个国家工作一辈子差不多。而我的前20年为0，可我无怨无悔，放弃国内的一切。非常正确，那个真的不值得留恋问题：国内周围有很多癌症，我父母就是。王老师能做一期国内癌症情况的节目吗？这个是有一个问题，我看过一些资料，但是有机会我做吧，好不好？我也很想讲这个议题。情况：在上海做一个普通便利店店员，属于正职岗位，需要交社保，7月入职，8月离职，只做了半个月，但正常交2个月的社保公积金全扣在8月半个月工资上。
每个月社保518元，公积金300多，到手只有400-500了，有种辛辛苦苦半个月打工白打的感觉。现在回老家了，不再去上海，这2个月的社保相当于白交了，是这样的情况。我朋友在小县城事业单位，这个月突然住房公积金比例提高，实际上拿到手的工资减少，本来3000多，现在不到3000。他说我都有房子了，交那么多公积金干嘛？每个月生活费都不够。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只有同意的份儿，没人问他的意见。情况，我若干年前应邀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团都是教师，团一桌人，谈的都是房子、奖金、补贴，家长送不送礼，我吃进去的都想吐出来。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所有人拉黑，不能同流一污，同流合污这样的教师。教师这个行业我很熟悉啊，我有同学当老师啊。那么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我刚才讲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啊，所以这个行业不是这个行业，是这个场景，学校这个场景已经不能够指望的了啊。明线七粉谢谢 S2 谢谢支持王生，一个人坚持做专业的节目不容易啊，感谢你的支持和理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